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现在呢，各个地方应该都在紧张的统计2020年的经济数据。据比较乐观的消息，除了已经有的17个城市之外，今年还会有7个城市的 GDP 预计能够突破1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好消息啊！1万亿人民币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富可敌国啊！世界上200多个经济体 GDP 能够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满共也就50多个。我们当然希望咱们国家这些城市越多越好，而且呢，咱们国家现在的城市布局脉络也是越来越清晰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是3个超大的城市群。中部地区呢，也有5个国家级的中心城市组成地区的核心城市群，而且呢，这些城市群之间分工都日益明确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格局形成的时间不过10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12年之前呢，城市的发展规划其实是比较混乱的，各个城市是各自为政，有的时候甚至还会产生内斗的现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城市和地方的发展过程。通过回顾历史，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咱们个人来讲，今后的求学、创业、安家置业也有着比较清晰的指导意义吧。中国的改革开放啊，其实你从微观上来看，就是各个地方的发展史。咱们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完整的承接了世界上第4次产业大转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建成了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地方政府它的作用功不可没。有一些学者是这样认为的，在承接第4次产业转移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实发挥的是一种狼群的作用，用一种群狼的战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肯定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有点瑕疵啊。因为狼群战术呢，它总体上来说还是有组织的，在头狼的组织之下，狼群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很长的一段时间无组织，地方政府各自为政。那么这种混乱的局面又怎样争得了第4次产业转移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狼多。如果说草原上只有10斤肉，我放出1000头狼去，你就是放出3头老虎，估计也抢不着。但是问题来了，即使说是狼群战术，你首先得有狼啊。这上千头能够捕食的狼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城市啊，力量是很孱弱的。它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们需要深入的分析一下。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发展当地经济这个积极性方面呢，全世界你找不出第2家。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呢？原因呢，首先总结2点吧。第一点就是咱们国家独特的官员制度，第2点是税制改革。首先说官员制度啊，我们国家的官员主政一方，它首先是一个留官的制度，一个地方只是待几年，然后就另有任用了，或者升迁，或者呢平调，或者降级。依据是什么呢？2个字，政绩。可能有朋友说了，你跟对人很重要，这是前提啊，即使跟对人了，没有政绩，你也无法得到升迁的。而且中国的官员是职业官员，终身制，你未来的前途只有一条，就是升官。左右你升官的核心因素就是政绩。但是我们要知道，政绩这2个字在2012年之前其实就是 GDP 的代名词啊。衡量政绩一个最核心的指标就是 GDP， 所以呢，当地的主政官员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是想方设法的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啊，我们就不再说了。而且呢，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的2次税制改革。我们从建国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啊，税制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嘛，地方政府把税收上来，全部都交给中央，地方需要花多少钱，中央再调拨。在这种机制之下呢，其实官员的主动性没办法发挥啊，即使你再想改善当地的条件，你手里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了。所以我说呢，官员的热情不是第一位的。那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情况变了，税制也就跟着改革。怎样改的呢？是中央和地方进行协商啊，你这个地方经济比较好，企业多嘛，所以你每年给我交10亿的税，
多收的税就全归地方了。这种形式跟农业的大报告差不多呀。我种出来的粮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这一下呢，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那就搞钱呗。搞钱只有发展工业和制造业啊，你从老百姓的地里抠不出什么钱啊。于是呢，沿海地区就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招商引资，承接海外的产业转移。内地的地方政府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整个80年代是红红火火，但是乡镇企业也是有弊端的。第一呢，就是规模比较小，技术含量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吧也就一般。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要啥啥没有啊，所以呢，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的，过了一段好日子。不过呢，到了80年代中后期啊，总是竞争不过沿海的一些好产品啊，势必是要衰落的。另外呢，乡镇企业负担也比较重，因为大部分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制嘛，既然是集体的，那老老少少的事儿你都得管，企业办社会嘛。所以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镇企业就遭到了困境，大批的倒闭和转制了啊，这就不说了。但是这一段时间呢，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地方政府从孱弱的小狼逐步成长成为能够自由奔跑、能够猎食的成年狼了啊！这段历史时期很重要，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真正是中国地方政府成为狼群、嗜血的狼，还是从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始的。其实咱们中国世界工厂的真正成型，也就是94年之后。为什么要进行分税制改革？原因很简单，中央政府没钱了。中央政府的花费一年比一年多，但是收到的钱不见涨，想给地方政府加税，地方政府就哭穷，谁都想把钱留到自己手里嘛。中央就很奇怪呀，这些年你地区内的企业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钱不能加一点呢？地方政府就说了，虽然我企业多了，但是我得招工啊，工人我得给他们盖房子分房子，我得修路，我得通水通电，基础设施一建没钱了啊。中央政府也是逼得没有办法，眼瞅着越来越穷，穷到什么程度呢？连军队都养不起了啊，军队都开始经商了，长此下去那怎么得了？于是呢，94年就开始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其实很简单，国际上有现成的样板，直接拿来用就行了。一改革，中央政府把一大半的税都给收走了，地方政府能得到的很少，这一下就彻底的把地方政府逼到了死角。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呀，那只能是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另外本地区的经济能够产业升级，增加附加值，以数量和质量来填补空缺。效果怎么样呢？4个字：立竿见影。中国的整个制造业呀，就是从94年之后开始起飞的。各个地方政府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国都是只要有商我就招，只要有资我就引。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统计数据来证明啊。比如说93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整个出口总值也就是5000多亿美元，但是到了94年。直接翻一倍，1万亿美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换句话说啊，中国的世界工厂就是从分税制改革之后，1994年开始迅速成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一路起飞的。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你的这种说法跟我们传统的观点不一样啊。我们传统的观点都是这样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没钱了，所以中国的土地财政开始兴起了，中国的房价开始上涨了。这种说法呢，其实是很片面的啊。因为什么呢？时间上就对不住。分税制改革94年就开始了，中国的房价什么时候开始涨呢？2003年之后。土地招拍挂制度是从2002年才开始的，地方政府才能卖地。从1994年到2002年这8年的时间，你说地方政府靠什么吃饭呢？它就是靠疯狂的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起飞的。当然了，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啊，这一个时间段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无序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各自为战，甚至产生内耗。不光是2个省之间要争，2个市之间也要争，甚至同一个市不同的部门之间还要争，
都想把企业控制到自己手里。我们可以想一想，10年之前去办一个企业，你得盖多少章就知道了。单纯的说理论呢，没有什么意义啊。我给大家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怎样不遗余力的去做工作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郑州的嘛，我就拿郑州2010年引进富士康来做案例。富士康呢，2009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生产遇到了困境，名声也越来越臭，在深圳的工厂员工不断的跳楼，13连跳。加上富士康想要降低人力成本，扩大生产线，就考虑往中国的北方城市新建生产线。但是很多城市都想要啊，因为富士康这种体量的资本一旦进入，整个城市就跨台阶了。郑州当然也想，但是当时跟郑州竞争的城市很多，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成都、武汉，包括天津。你说这些城市郑州哪竞争得过呀？但是郑州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引入富士康。人情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咱们不知道，就不能乱说了，我只说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吧。首先场地随便挑，港区新建你要哪块给哪块。税收不要了，富士康进入郑州前2年是不交税的，到第3年、第5年才交1半的税啊，现在当然全交了。厂房，郑州市给你建啊，你说什么标准给你建成什么标准，当然这个钱你肯定得掏啊。为了建富士康的厂房，郑州当时在建的地铁1号线都短暂停工了啊。然后呢就是工人，富士康就说了，我现在名声臭得很，可能招不来人。郑州市政府就说了，工人我来给你招。一个当地政府出面给一个企业招工，这在国际上也算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吧啊。基础设施建设，郑州的2条地铁当时是1号线、2号线，紧接着通车的就是2号线的延长线，一直延到港区。高铁、地铁、高速公路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了。富士康又说了，你像我这种生产性质啊，两头在外啊，原材料我要进口，成品呢我要出口，最好是能有一个保税区。郑州就说了，我去给你争取。保税区呢不是说话的，3天2头的跑北京，软磨硬泡，终于在中部的好几个省，第一个保税区就落在了郑州的港区。你说这种不遗余力的争取办法，我有的我全给你了，我没有的我去借也给你。富士康要是不落户郑州，脑子有病啊！那么郑州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一定要引入富士康呢？不引入是真不行了。2010年之前，不光是郑州，就整个河南省都是人口流出的大省。郑州作为省会，连本省的人口都吸引不住，长此以往，肯定是前途暗淡的。富士康进驻以后呢，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示范效应啊。这些年郑州发展的也不错，招来的企业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基础设施建的也是越来越好。现在呢，也已经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了。现在回头看呢，当年地方政府的决策呀，确实是很对的。就这个例子就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的经济是多么的不遗余力，同时呢，也产生了严重的内耗啊。按道理说，富士康落在哪个城市都能为中国创造价值，但是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啊很严重啊。这种内耗呢，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说长江上游有一个小城市，人家也要发展呢，建了个小造纸厂、小水泥厂，结果造成的污染到了下游治理的费用比你产生的经济还要多，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呢，自从步入2010年之后，高层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城市的发展不能再这么无序的竞争下去，必须的进行有序的引导。经过近10年，我们形成了现在这样合理的城市布局吧。这个过程是怎样来的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国务院2011年发布了一个全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这个规划对于全国城市的布局啊，它是一个探索性质的，当时还比较朦胧。到了2014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2014年公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个规划就明确地提出了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的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到了2016年就下文件了，
““十三五”规划里边明确指出，要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并且对全国19个城市群和2个城市群的建设目标和方向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今年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提出，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到现在，全国的城市该怎样发展，自己心里都有数了。城市的定位如何，也基本上都确定了。放在以前呢，城市的定位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你包括郑州你的城市定位是什么呢？自己都说不清楚。当然，有些城市它是有定位的啊，这个定位呢，更多是来自于历史积淀。你比如说北京的定位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政治中心、教科文卫中心，这是历史严格下来的。上海，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呢？100年前，上海就是远东第1大城市，远东的经济中心，远东的金融中心。当时日本的东京还是一个小城市，香港还是个小渔村的。虽然后来上海在国际上的金融地位下降了，但是现在一说中国要建国际金融中心，那毫无疑问就是上海。苏州和杭州不管进入了再多的高科技制造业，但只要提起杭州西湖、苏州园林，那你还是个人文城市啊，这就是城市定位。现在呢，不管怎么说，定位都很清晰了啊。3大城市群京津冀是什么定位呢？是协调发展啊，名字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京津冀呢，其实就是北京和天津，河北的城市没一个能打的。那为了协调发展怎么办呢？开发雄安新区。上海这一块呢，它是长三角一体化。一体化什么意思？就是在你这个经济区域里边，江苏、安徽、浙江3省加上上海1市，不出区域，所有的生产要素你都能够自我解决，科研、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本地区就能够自行循环了，这叫一体化。珠三角叫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大湾区呢是对标东京大湾区和纽约大湾区，是向着这些国际化的都市圈进行迈进的。中部的5个中心城市目标都是很明确的，你这个中心城市是干什么的，你那个中心城市群也是干什么的，你是确保粮食安全的，你是确保边疆安全的，这都各有分工。以后呢，城市的发展就会越发清晰了啊。最后我们来提出一个观点，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体现出马太效应，就是大城市和城市群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中小城市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自会有不同的变化。有些中小城市可能会转型，能够维持下来，但是有些中小城市可能会慢慢衰落，这是人类的生产规律所决定的。人类步入工业社会以后啊，城市注定会越来越大，因为生产的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联系越紧密越好。步入后工业社会，那就更了不起了，服务业占了大头。服务业我们要知道有2个本质的特点，第一个是不可移动，第2个不可存储，注定了人们尽可能的要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服务，这就造成城市越来越大。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们听到的观念都是大城市不好，大城市病，包括北京、上海，这都严控人口流入，怎么到你这儿说反了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啊，北京、上海现在严控人口的流入，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城市注定会越来越大。大城市病的根本不在于人太多，而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跟不上人口增长的规模。但是我们要知道，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它是会提升的，一旦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立即就会有新的人口涌入，取得新的平衡。这就是咱们国家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5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我们要把自身的发展同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要学会借力。如果说我个人能力还可以，人际关系也行，学历也行，我又不怕吃苦，那么对我来说，大城市、特大城市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如果说我想寄情山水，享受生活，那找一个人文城市3、4线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想置业其实在哪儿都无所谓啊，因为我要自住嘛。但是我想投资，那可要擦亮眼睛。
包括前一段时间有朋友问我说：“大刘啊，现在上海的房价又涨了。”我说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有什么可奇怪的？长三角区域在未来10年最少还要有1亿人进入，作为这个区域的龙头城市，你指望它的房价下跌，那不跟白日做梦差不多吗？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节目再见。